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们今天造访新竹旧港岛。旧港岛位于头前溪的出海口，这座岛只有2座桥对外联系，一座是白地桥，往北通往竹北；一座是旧港大桥，往南衔接新竹。我现在就在旧港大桥的桥下，今天就从这里出发，环岛1周，大约2公里，然后接着再进入旧港岛的聚落。去造访一栋历史建筑——淡水税关旧港出张所。好，我们现在出发了。我们现在展开今天的环岛旅行。右前方这里是岛港蜂巢竹堑社区大学旧港岛社会教育中心。哦，这里是有公厕。好，我们继续前行。马路旁也有河滨步道，前面是竹港大桥。路旁这边还有小步道，这是竹堑诗人林赞美的诗，这也是林赞美的诗。步道沿途的地面都是林赞美的诗。前面接回马路，竹港大桥，前面是头前溪出海口。旧港岛，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说过。这里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竹堑港，开港于雍正9年，差不多就是淡水厅成立的时候。乾隆时代是竹堑港的繁荣时代，不过到嘉庆年间，因为洪水爆发，竹堑港逐渐淤积，所以后来在头前溪的南边，南寮那边开了新港，所以后来这里就被称为旧港。一直到日本时代，这里还设有淡水税关旧港出张所。竹堑港是距离福建泉州直航距离最短的路线，所以清代也很多的移民是选择从竹堑港这里登陆台湾。赏析平台，赏析平台。不过现在上午9点半，没有夕阳可赏，比较像是迎风平台。新竹的风非常的凉快，特别是在桥下。这是竹港大桥，跨越旧港岛。不过并没有办法从这座桥进入旧港岛。继续环岛徒步旅行。这是旧港岛湿地生态，这是王世杰，康熙20年获释竹堑社土地。沿途有旧港岛的历史简介。1731年后，旧港逐渐成为贸易港。日治时期，也称日据时期，不过我现在都称日本时代，更是被指定为对中贸易5大港口之一。旧港岛在日本时代为旧港装役场，不过现在装役场已经消失了。后来设有应该是淡水税关旧港出张所。因为淡水厅是清代的组织，出张所是日本时代的行政机构。现在淡水税关旧港出张所已经被指定为历史建筑。旧港跟南寮之间本来还有一个北寮屿，后来被挖除，在南寮这边建苦苓角堤防。
这是一件历史悲剧。民国49年3月22日，渡船船难夺走了南寮渔港18位小学生性命，所以后来政府才新建的旧港大桥，让本地的居民对外不必完全依赖渡轮。哦，这一段比较没有遮阴，我老婆已经离我远去。沿途有南寮国小学生的美术作品。这是旧港岛最繁华的时代，曾经是台湾5大繁荣港口之一。不过时光一去不回头，往事只能回味。旧港岛东西两侧看得到的河流都是头前溪，整座岛就是被头前溪给包围。前面那座桥梁是白地桥，通往竹北。新竹机场起飞的战斗机穿越云端，在那边。根据台湾宝图，100多年前的旧港装艺厂位置就在我前面这片树林里面。应该已经不留遗迹了。如果台湾宝图的土地调查测量精确的话，那我现在正来到旧港装艺厂的门口，继续环岛旅行。我老婆应该在前面的白地桥桥下等我。台湾巡抚刘铭传兴建铁路时，曾经建有旧港支线，用来运送铁路建材，但完工后即废弃。日本时代恢复建有轻轨5分车道，通往新竹的北门。这一条轻便铁道，现在在康南驿那边还有一小段，已经成为观光景点。旧港岛原本有一座灯塔，现在已经消失。虽然天气很热，不过这一段步道其实不长，只是因为历史资料太丰富，所以我走的步履蹒跚。我老婆在桥下纳凉。旧港岛的2座桥，桥梁下都有停车场，在桥下休息一下，这里好凉快。休息10分钟，出发了。我们走里面这条小路，比较有遮阴。前面就接回环岛的马路了。哇，这里有一棵大榕树，也是很好的休息地点。哇，换向2000。台湾的空军赞，感谢有你们捍卫台湾领空。大家如果有机会来新竹市旅行的话，就会知道我们台湾的空军有多么忙碌。新竹观音寺，我们回到旧港大桥了。环岛一圈2公里，还不到1个半小时，还休息时间，很轻松的环岛徒步旅行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旧港岛的聚落，去看一看这边老房子，还有去造访淡水税关、旧港出张所。我们回到岛港蜂巢，从这边走往聚落。好，就先进来参观一下。好，没有问题，请参观。哦，这里有旧港岛的俯瞰图。这就是旧港大桥、白地桥，旧港岛对外唯二的2座桥梁。出张所应该在这附近，待会去找找看。这里就是竹堑社区大学在旧港岛的
社会教育基地。对对对，刚刚参观的岛港蜂巢，就是以前海巡署的一个岗哨，现在转给竹堑社区大学使用。前面那边有一间庙，堑港安南宫土地公庙。在这边左转。哦，这里也是有不少老房子。这个门柱很明显的是日本时代的建筑风格。没有东西了，拜拜。我们先走往旧港里丰收站。旧港岛跟台北的社子岛一样，都属于行水区，所以这边也是属于县建区，看不到新的高楼大厦。Google 地图标示的港岛里丰收站，大概就是这里。刚在港岛风雨遇到工作人员跟我说，日治时代的旧港装艺厂是在现在的旧港里丰收站这里。台湾宝图标示的位置有一点点差距，这有2种可能，一个就是台湾宝图当时的测量有一些误差，那第二个可能性就是，也许耆老记错位置了，真正的位置是在台湾宝图那个位置，这2种情况都有可能，必须要再进一步的查证。大家好，我是 Tony 先生的助理小爱。Tony 先生的问题，我已经找到答案了。其实台湾宝图的地图标志的装艺厂没有错误，而旧港的地方耆老也没有记错地点，是 Tony 先生忽略了第3种可能性，就是后来旧港装艺厂搬家了。Tony 先生使用的 Way to Go 登山 App 应用程式，里面就包括日本时代不同时期的地图。Tony 先生只要当场切换日本时代较晚期的地图，就可以轻易发现后来装艺厂已迁移至现在的旧港里丰收站了。所以小爱的结论是 ，Tony 先生，您还有进步的空间哦。我们继续走往淡水税关旧港出张所，就在这附近。要转过去就出张所，出张所你再直走以后就可以绕到外环道路。这个轻便车的驿站就是从这边开始。哦，轻便车的驿站是在红砖墙那边是？那边就是驿站，然后这边就是以前的一个日据时代的派出所。哦，派出所，后来国军的练习场。以前的驿站从那边出发到头前溪嘛。好，我们往回走来看一下，然后这里就是以前旧港岛的驿站。轻便车从这里出发，前往新竹，继续前行。我老婆已经先去探路了。出张所由此近。哦，刚刚遇到的是李长博。他说那个这一次你没有，你等一下走回去那个志宏祠，是1911年我把它复刻起来。1911年第1代的导航标杆。这一次是1954年被打掉，那再把它复刻回去。好，也去看一下。坦白讲啊，我跟你们交代，我是谢谢你们来了，你们这边真的很。我今天很幸运遇到蔡里长，蔡先生，他现在带我们去看淡水税关旧港出张所。我看到了，这个是在清朝的时候，1796年的时候，这叫泥金行。泥金行就是以前的税关。然后1895年甲午战争以后，1896年他成立了淡水厅出张所。然后1897年他指定了整个4大商港，后来的8大商港。然后这就是我们俗称的淡水厅出张所。现在也不能进去参观然后你要进去参观，等一下倒着回去走那一条。李长博说，从这边可以绕进去出张所。从这边走进来，这是养鸡场，前面就是淡水税关旧港出张所。
历史建筑淡水税关旧港出张所，目前还没有展开修复。4月3日花莲大地震，这边又被震裂了。旧港出张所在日本时代后来简化为支署，然后在昭和7年（1932年）就被裁撤了，也宣告了旧港岛成为海港的时代正式结束。刚刚里长特别拿了资料过来，这是刚刚里长拿来的资料。刚刚走的步道就是林占梅诗园步道，是12位书法大师书写他的诗。里长的名字在这。里长是蔡松根先生，感谢。我们现在就走往赏析平台，去看一下刚刚里长介绍的第一代1911年设置的灯杆，是旧港岛第一代灯塔。那第二代原本就在出张所这附近，后来被拆除，已经消失。前面就接环岛的马路了。我们现在走往赏析平台，会不会是远处树林那一根？里长有提到志宏池旁边，这里就是志宏池。八角形的柱子，这是复刻版1911年明治44年的第一代灯杆。今天来旧港岛环岛旅行，想看的景点都看到了，还有一些我不知道的景点。今天也幸运的遇到贵人，让我多认识旧港岛的一些历史跟文化遗迹。那我们现在就走回旧港大桥桥下我们停车的地方。那我们今天的旧港岛之旅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本次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，欢迎您点选网址，打开地图作为旅行的参考。如果您要开车前来，旧港岛的最佳停车位置是在白地桥桥下的停车场，您可以导航设定在附近的金烘宫，就会经过白地桥的桥下停车场了。